里写时代广场时代广场！Oh my god！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今年日本过年的连假，我们来到美国玩。最期待的部分就是第一次来到纽约，而且我们即将要在纽约跨年，包含12月31号倒数当天，我们也会住在时代广场周边的饭店。纽约已经进入纽约市了，要到巴士站了，然后纽约西里大塞车。哦，一出来就是哇，好纽约哦，好纽约哦，哎。哇，纽约是纽约，好纽约！我的妈呀！从华盛顿离开之后，我们搭着 Flix 巴士，在12月30号当天来到纽约。一从巴士总站出来之后，就直接看到时代广场。现在不应该去什么华盛顿了。你说把时间倒背的？对啊。你有看到巨石强森在那吗？有啊。一直以来常常在电影、影集当中看到的场景，实际来到时代广场的当下，真的让人超级兴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觉得有点不真实，真的太不可思议。第一站，我们先来到这次入住的饭店——希尔顿旗下的 Temple by Hilton New York Times Square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位置就是在时代广场上，即使不是在跨年夜入住，也可以在房间内慢慢欣赏时代广场或是纽约的高空景色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房间是朝什么方向？我们房间下面就是舞台哎！我知道啊，我跟他要啊。哇，这就是那个紫色的，现在看到那就是舞台，然后刚刚有看到工作人员在准备。哇，这样我两边是有 PK 修啊，或者我们在楼下就可以看了。很快的开箱一下房间，超级可爱的。也是有点像童话故事风的感觉，因为最棒的是，真的是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我们现在是在29楼对吧22。哦，22楼。虽然我们正前方没有什么看板，但我反而有点开心，因为我觉得看板应该会亮到一个爆炸。右边这边就有，然后很开心啊，这边终于有地方是放行李箱的地方了，不用再开在地上，这2天都是开在地上。这边拉开来是浴室，那里面超新的耶！这间是新的吗？不是啊？不是，不是哦，这应该是这一次跟前一次来美国感觉起来是最新的，所以它有莲蓬头。干湿分离的淋浴空间内，除了花洒，还有莲蓬头，是在美国还蛮少见的设备。我们会在 Temple 住2晚，其中也包含了跨年夜。在时代广场，从31号一早就会开始实施非常严格的交通管制。为了方便住客可以自由进出 ，check in 的时候会拿到饭店发的辨识手环和住宿证明。住宿证明主要是给警察看的，上面有饭店的名称和地址；辨识手环则是给饭店1楼的保全辨识用的。虽然时代广场非常迷人，但抵达纽约的第一天，我们决定先搭地下铁去其他地方走走。哦，这是纽约300味的味道，很臭的。我要搭地下铁了，真的是蛮难闻的。中午还没有吃饭的我们，先来到了 Chelsea Market 雀儿喜市场。这里号称是纽约的美食天堂，有许多特色小吃、海鲜和一些杂货店可以逛逛。
来到雀儿喜市场，一定要吃看看这家蛋挞店。酥皮的外皮加上超级浓郁的内馅，不管是传统卡士达口味或是巧克力口味，都非常推荐。这是巧克力。哦，酥的，超好吃。超好吃，这么好吃。但是要小心，真的很烫。另外一家非常推荐的小吃是大排长龙的 Los Tacos No.1， 最多人点的墨西哥塔可卷饼有3种肉和2种饼皮可以选。好伟大，他们都是用西班牙文。这次吃的是玉米卷饼的牛肉和面皮卷饼的猪肉口味。虽然分量小小的不大，但口味的层次很丰富，辣度也只有小辣而已。不敢吃辣的可以尝试看看。离开雀儿喜市场之后，我们来到旁边的高架公园，这里是利用废弃铁道而改建而成的高空走廊。就是他们这是一条从切尔西市场一直连到松果，还有 Edge 大楼，是那个 Edge 大楼，等下我们要去的地方的一条高架桥。高架应该不是高架桥，高架行人道，就像天桥连通这样。对。除了可以欣赏纽约高楼大厦林立的风景之外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这是一个免费景点。哦，帝国大厦哎，真的，蛮可怕的 ，actually。高架公园从雀儿喜市场一直连通到另外一个知名景点巨型松果。虽然圣诞节已经过了，但是周边的灯饰还是都有保留着。连同旁边 Edge 观景台的购物中心，也有非常华丽的耶诞灯饰，让人觉得纽约真的是好奢华啊！这次来纽约，我们有购买纽约观光 Flex 通票，打算一次多看几个高空观景台。但这天实际来到 Edge 观景台后，才发现，即使有通票，也要提前预约时间才能入场。在我们想要预约的当下，才发现当天的票都已经被预约完了。也因为这样，30号的晚上，我们最后的行程就只剩下晚餐鼎泰丰。纽约鼎泰丰的位置就在百老汇大道附近，想来的话记得要提前预约。这间鼎泰丰是2024年7月才开幕的，里面的装潢非常有东方味，超级华丽。鼎泰丰的代表菜色也都蛮齐全的，小笼包、炒饭、红油抄手这边都吃得到。虽然物价上比台湾贵非常多，但是口味还算蛮正宗的，分量也非常大，吃得超级饱，超级满足。热面正数哦，哦，很烫哦，有烟。就是它那个圣诞树，你说要去看圣诞树，这个是那个观景台。好漂亮哦！很大哎。12月31号当天早上，时代广场附近就已经开始做交通管制。哇哦！一早人就这么多，还没10点。是他们是已经在等的意思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们现在我就开始等，要等多久啊？在我们饭店的正下方就有设置舞台，也有保留媒体转播区。原先以为这就是倒数的主舞台，后来才发现其实不是。我们的饭店是在47街上，跨年的主舞台和水晶球则是在第7大道和45街的交叉点。
从我们饭店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跨年倒数水晶球落下的画面，必须要走到第7大道上才有机会从远方看到。走廊这边通常都是现在塞起来、挡起来的状况，然后大家都在这边等。这边已经看到人龙的，哇哦！由于当下时间还早，活动也都还没有开始，所以我们打算利用白天的时间继续在附近观光走走。来到纽约，当然要来到第5大道逛逛。从我们饭店可以直接徒步走过来。第5大道是著名的精品街，而且每一间店的外观都设计得非常漂亮。这也太可爱了吧！等一下，慢点。尤其是这件 LV， 真的超级美。在逛完第5大道后，我们来到昨天预约的洛克菲勒观景台。Top of the Rock 又被翻译成翘石之巅，不但是纽约非常代表性的观景台，也是我们这次印象非常深刻的纽约景点。Rockefeller Center has always been a place of inspiration and service. 这是中央公园吗？哦，对。观景台上面分为3层，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看到不同的纽约景色，像是布鲁克林大桥、中央公园、自由女神、帝国大厦等等都可以看到。这位置好 chill 哦，这超棒的。哇，直接通往天空的一个感觉。它上面还有咖啡厅和户外座位区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悠闲在这边喝杯咖啡，真的超棒的。如果不怕高的话，还可以尝试看看 The Beam 旋转椅和 Skylift 哦。除了洛克菲勒中心观景台之外，我们还来到了帝国大厦。金刚就是爬在这上面啊！帝国大厦绝对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，一直以来也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场景。We're headed to the top of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right here in the heart of New York City. 不过就观景台本身来说，帝国大厦它户外的区域比较狭隘一点，加上游客非常多，整体会让人觉得比较拥挤。要上到户外区的电梯排队也排得非常夸张，中途我们还选择爬楼梯走上去。天，已经走了几阶，消耗你的卡路里，平安的那种，约束一点才对。好贴的。好冷哦！风好大，好冷呢。观景台本身的景色，老实说大同小异，但帝国大厦本身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，有机会还是可以来看看哦。现在都已经开始都不能过了。离开帝国大厦之后，在走回饭店的路上，发现路上的交通管制已经开始变得非常严格。时代广场周边大部分的十字路口都有封路，要通过的话都要出示证明给警察。我们的饭店在这里。哦，这里人很多。他的饭店也有人会来接。如果不是这里的话，应该根本进不去。所以他这里的警察等于就认得这一个 hotel。还要检查一次吗？应该会。
hotel is right on the other side. 在出示饭店证明之后，我们顺利的通过47阶的检查。但就当我们回到饭店楼下之后，才发现白天可以走过去的区域都已经被封起来。因为我们饭店入口不是面向第7大道，所以即使只隔一个转角也是会被挡住，不仅走不过去，视线上也会被挡到，完全看不到倒数舞台的方向。到房间了，先在下面。正式入场应该是从傍晚5点半开始，但看周边排队的情况，应该有很多人是一早就来排队了。由于管制区域内是没有办法自由进出的，所以当天晚上吃饭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。我们最后决定往没有交通管制的方向走。我们饭店可以看到极限就是这样，再过去就看不到了。哇，它没有咸食，它有咸食维基欧它是有一些咸食啊。但眼前即使有看到麦当劳等等的速食店，也会因为交通管制的关系，必须要绕非常大一圈才有办法走到。无计可施之下，我们决定买路上的餐车来吃看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当下真的是傻了，竟然没有发现这台餐车的餐点完全没有写价钱，但1份热狗、2份薯条，再加上1份鸡块，竟然就被坑了49美，而且还不给刷卡，真的是学到一次惨痛的教训。大部分应该是都没有带雨伞的，除了比较早的有的人带折伞进去，大部分都是穿雨衣。傍晚之后，时代广场开始开放进场，实在是蛮佩服这些排队排一整天也要参加倒数活动的意志力。待在房间的我们只能从高空看着底下的舞台，并不能走到楼下的现场。虽然有点小小的遗憾，但这样对于排队一整天的人来说也比较公平。白天一整天都在观光的我们，还没等到跨年，在晚上9点就已经纽约时代广场跨年，现在几点9点13分。你想干嘛？你跟我说。我会困起啊，就已经把它拉起来了。外面在下雨，而且好太亮啊，不好困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就问你。因为我们房间看不到啊，然后下去他也不让过去了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噶。结果还没等到倒数，躺在床上就不小心睡着了。再次回过神来后，时间已经是2025年1月1号的12点01分。54321的新年倒数虽然已经结束，但还是有看到广场上最嗨的状况，还是觉得很值得。毕竟不用忍受排队一整天、站一整天还要淋雨的状况，躺在床上就可以感受时代广场跨年的气氛，真的是此生难忘。其实我途中也睡着，我11点半左右就不小心睡着，然后起来的时候已经倒数完了，然后赶紧跑过来拍，赶紧跑过来拍啊！早上 Morning. Yep. 现在是1月1号一早7点半，那路限制已经解除了，那他们这个挡的那种还是先放着，舞台也在拆了。你早上都要一直庆祝，就是辛苦，真的是很辛苦。
2025的上面。这次在纽约，我们待了4天3夜，倒数完之后，改去入住同样位在时代广场附近的福朋饭店。在寄放好行李之后，继续开始纽约的观光行程。趁着一大早，我们来到了华尔街金融中心看看，因为是年底假期，大部分的机构都没有开，但还是满足了一直以来的好奇心。大蛋蛋，但是大家有摸吧，不然那边哈喽江桥，Alan 夜港的下面有 B-Stars。华尔街之后，我们来到了911纪念馆附近，这里是世界贸易中心，也是受到911恐怖攻击的区域。911恐怖攻击发生在2001年，如果有看过当时的新闻画面，应该会非常难忘记。为了能够更了解当时的状况和重建后的世界贸易中心，我们参加了911的纪念导览说明。双子星大楼的遗迹现在变成2座巨大的人工瀑布池，池畔的周边写着当时罹难者们的名字，还会在罹难者生日当天为他们献上白色玫瑰。旁边的这座 Oculus 购物中心，特殊的外观让它成为纽约的新地标。屋顶上的窗户是特别设计过的，在每年9月11号这天，阳光照射的角度会留下类似双子星大楼的阴影。虽然是英文的导览，但其实没有很难懂。内容本身虽然让人很难过，但仍然是非常推荐的行程。不过有另外一个点让我们更难过的是，我们误会这一场导览有包含911纪念馆的门票，但其实并没有。转换一下心情，我们又来到另外一座观景台，是第一天没有去成的 Edge 观景台。Edge 观景台的外观真的很像复仇者联盟的大楼。这天我们故意挑在傍晚太阳下山之后来看夜景，虽然人潮非常多，又不知道为何电梯只有开放2座，等了超级久，但最后看到纽约的夜景还是觉得很值得。昨天买了一件新外套，很开心。待在纽约的最后一天是整趟旅行中最惬意的一天。一早我们参加了中央公园的电动人力车导览。原先从观景台上看到光秃秃的中央公园时，其实并没有很期待它的风景。虽然那天天气超冷，体感温度甚至在0度以下，但天气非常好，再加上人力导览很尽心的说明在中央公园拍摄过的电影，整个60分钟的导览比想象中还要有趣非常多。一个一个都是电影场景，好不可思议哦！等一下要去大都会博物馆，我们要从82街进去。除了户外景点之外，纽约市内的景点也非常多。这次我们有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里面的展示品非常多元，尤其是它的埃及展区部分，最深处的丹铎神庙绝对必看。哇！还好有绕回来看。武器盔甲区和希腊罗马雕刻区也是很多人推荐的展区。如果慢慢逛的话，应该可以花上半天。脚程快的话，大概1-2个小时就可以逛完。纽约行的最后一站，我们来到布鲁克林。
事前就查到这一家米其林推荐的老字号牛排馆 Peter Luger Steakhouse， 决定来实际品尝看看。这样16。OK， 我们点的是2人份的牛排，再加上配菜、薯条和洋葱。牛排本身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，表皮焦脆，里面的肉汁和嫩度都保持得非常好，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。配上带点酸味的牛排酱也很推荐。那酱好淡，酱好吃，酱好吃。薯条外观看起来很简单，但炸的超级好吃，而且洋葱又软又甜，搭配牛排吃很刚好。整餐吃下来超级饱。店家虽然还有甜点菜单，但真的已经完全吃不下。想来吃看看的话，记得要先预约，而且要注意这里只收现金，所以要带足够的钱来哦。第一次来到纽约，一切的场景都让人充满好奇。不管是走在第5大道、时代广场、华尔街，或是中央公园，这些都是从小到大在美国电影或是影集中时常看到的场景。小小的遗憾是，纽约可以看的景点实在太多，这次时间不够的关系，没有去到自由女神，也没有看到百老汇的剧。希望未来有一天还可以再来看看咯。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下次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19